国家只应该管一个东西，管那个标准。就语文教育，你学完了要达到什么标准，达到什么能力，这是国家应该管的。然后你拿这个去考试，对不对？至于选什么、怎么选、怎么教，是不该你管的，应该让各学校自己去管。按照理想就是应该这样，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2001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打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出版垄断。据业内人士推算，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年利润高达300亿元。面对这块被切开的奶酪，众多出版社跃跃欲试，新的潜规则迅速形成。真的非常的厉害，这个不是完全的，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个历史不得了了。人员的组合，台子是怎么搭的，谁在控制，然后谁在出版，这个事情啊是你一结出来，这是个大事情。教材是定价很便宜的，几块钱，但是你知道，它背后还有庞大的那个教辅，甚至它比教材要薄，啊。那个开本要小，但是卖的比教材要贵，所以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归到教育之外了，也不是理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是个利益问题。你想可怕不可怕在这吧？而恰好教育本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它应该最不讲利益的东西是教育。自从介入语文教材的批评，叶开便将自己的博客签名改为“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利用阅读给小学生排毒，也是第一线教师共同的建议。我认为小学生不应当读课本，小学生不需要课本。父亲和母亲要为孩子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给他们营造温馨的读书的角落，然后提供大量优秀的书籍。就是说你要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东西。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小学语文教材批评嘛，然后我们也遭到了批评，对我们最多的批评就是说你们只会批评，不会建设，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建设一下。我一人都将此火高高举起。这里是郭初阳的课堂，处于体制之外的阅读馆，在这里，语文教育完全脱离应试，变得有声有色。父母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沈从文这段我不想多做解释啊，因为我想请各位自己来研究。研究什么呢？就是请你思考。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画眼睛。等会儿我想问你，怎么画？那孩子那个5天时间过得已经很悲催了，那这个90分钟里面的话，我们真学点让我们觉得靠谱的东西，觉得好玩的东西。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我们还以为在讲人，没想到拿一只鸡出来做个例子啊。请坐，没错，他傻了眼了。哎，这其实是他的一种神情或者这种气质，这是通过他的脸表现出来的，是吗？阅读馆挑选文本的准则有3：有趣、有料、有种。让他来亲历历史，让他关注底层，让他有同情心，让他有正义感，让他能够勇于表达啊，就是做一个比较合格的现代公民。叶开也在进行自己的建设，利用自己的文字见解编制一个人的教材。他在微博上与各地知名作家互动，请他们也参与文本的推荐。对我满意也好，对我不满意也好，希望更多人来做，所以我起了一个漂亮的题目，叫一个人的教材啊。采访结束之际，我们得知，教育部即将出台新政策，将会有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加入中小学教材。同时，第一线的教师们表示，他们的下一个调研目标将指向中学语文教材。怎么说呢？柏林墙倒下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倒下；它倒下之后，没有人相信它居然能够那么长久地站立在那里。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很有限。我们教育圈里面一个非常流传非常广的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
在退潮以后的沙滩上捡小鱼，看到一条小鱼就把它捡起来扔回大海。沙滩上全是小鱼，有人就跟他讲：“你怎么捡得过来？”对不对？这个小孩说：“对这条我扔回大海的小鱼来说，这就是全部。我们不能做需要很大的能量的事情，但是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力所能及，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个灵魂就是一片天空。